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赵总，好久不见。这话一出口，整个吵吵闹闹的同学会包厢瞬间死一样的安静。说话的叫陈峰，所有人都记得3年前他还是个送外卖的穷小子，老婆林月嫌他窝囊，跟着有钱人跑了，成了同学圈里最大的笑话。今天林月正挽着她的金龟婿未婚夫，也就是眼前这位赵总，趾高气扬地来羞辱他，想把他最后一点脸面也踩在脚底下。谁都以为陈峰这辈子就算完了，得一辈子受这窝囊气，可谁也没想到，他看着眼前这个抢走他老婆，让他尊严扫地的男人，非但没发火，反而笑了。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个被前妻当成宝贝、开着豪车的赵总，当年竟然只是给他家开车的司机。这几年，陈峰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本是为羞辱他而设的鸿门宴，又该如何收场？故事还得从那通同学会的电话说起。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陈峰把车停在酒店地下车库，他没有立刻上去，而是在车里点了一根烟，烟雾在密闭的空间里缓缓弥散开，模糊了他的脸。手机屏幕上，那个沉寂了3年的高中同学群，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度闪烁着。10年同学聚会，风雨无阻。明晚7点，帝豪酒店3楼牡丹厅，不见不散。群主张胖子用一个夸张的红包炸出了一堆潜水的老同学，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头像在屏幕上跳动，说着言不由衷的客套话。陈峰对这种场合向来没什么兴趣，所谓的同学聚会，不过是一场精心组织的攀比大会，混得好的衣锦还乡，口沫横飞的指点江山，享受着众人艳羡的目光；混得差的缩在角落里，要么尴尬的笑着，要么就假装自己对这一切毫不在意。而他曾经属于后者，或者说比后者还要不堪。烟头在指尖燃到了尽头，烫得他一个机灵。他掐灭了烟，却没扔，只是捏在手里，感受着那一点余温。3年前，他就是在这个城市从云端跌入谷底。那时候的他是送外卖大军中的一员，穿着蓝色的冲锋衣，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里，每一天都在为下一个订单和下一个好评而奔波。生活的尊严被压缩在几块钱的配送费里，被一个超时投诉蹂躏的粉碎。他想起那个冬天，大雪封路，他为了一个订单，在雪地里连人带车摔了3次，送到客户手里的时候，汤还是洒了一些。那个穿着睡衣的女人看都没看他冻得通红的双手，只是皱着眉给了他一个差评，理由是汤洒了，影响食欲。那天晚上，他回到那个只有10几平米的出租屋，浑身湿透，又冷又饿。而他的妻子林月正坐在梳妆台前，精心打扮。看到他那副狼狈的样子，林月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今天又挣了多少钱？那语气不像是在问候丈夫，倒像是在盘问一个不争气的下属。陈峰没有回答，他累得一根手指都不想动。林月转过头，看着镜子里自己美丽的脸，悠悠地说：“我闺蜜今天又换了个新包，香奈儿的，好几万呢。她说她老公又升职了，下个月他们准备去马尔代夫。”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陈峰的心上。他知道他想说什么。曾经他也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他和林月是高中同学，从穿着校服的青涩时光
到步入社会的携手打拼。他以为他们会是彼此一生的依靠。他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他也曾说过没关系，我陪你一起还。可当贫穷的日子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时，所有的誓言都变成了风中的沙。他记得有一次他发了工资，特意去买了2张电影票，想带他去看一场他念叨了很久的电影。他兴冲冲地回到家，却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名牌包，正对着镜子比来比去。他问他包是哪来的，他说一个朋友送的。他没再问下去，有些事情一旦问出口，就再也回不去了。手机又震动了一下，打断了他的回忆，是张胖子发来的私信：疯子，来不来啊？咱们班同学可都念叨你呢。陈峰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念叨我？是念叨我当初的落魄，还是想看看我现在是不是还那么落魄？他回复了2个字：再说。然后他关掉了手机屏幕，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车窗外是这个城市的繁华夜景，霓虹闪烁，如同一个巨大的没有温度的梦。而他仿佛还困在3年前那个下雪的冬夜里，无法醒来。那个曾经让他爱到骨子里，也恨到骨子里的女人，会不会去呢？他想，他一定会去的。他那么喜欢热闹，那么喜欢被人注视，这样的场合，他怎么可能错过？只是他会以谁的女伴身份出席？想到这里，陈峰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疼，还是会疼。人有时候就是这么贱，越是想忘记的，越是记得清楚。陈峰以为自己早就把林月这个人，连同那段不堪的过去，一起打包扔进了记忆的垃圾堆。可现在，仅仅是一个同学聚会的消息，就轻易地把那些腐烂发臭的东西全都翻了出来。他想起了他们最后一次争吵，那是在他们那个狭小昏暗的出租屋里。起因是他无意中看到了他手机里的一条微信，一个备注为王总的人发来的：宝贝，明晚老地方见。那个王总他见过一次，是一个50多岁，头发稀疏，舔着啤酒肚的油腻男人，是他当时公司的老板。那天陈峰第一次对他动了手，他没有打他，只是把他的手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手机屏幕碎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他是谁？陈峰的声音嘶哑，像一头受伤的困兽。林月没有像往常一样哭闹或者解释，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是谁？是能给我买香奈，能带我去马尔代夫的人。陈峰，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是个男人吗？每天赚那点钱够干什么的？我跟着你，除了吃苦，还能得到什么？我受够了，我一天也忍不下去了。他的话比冬天的寒风还要刺骨。陈峰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他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忽然觉得很可笑。这就是他爱了那么多年的女人，这就是那个曾经在他耳边说不管贫穷富贵，我都会陪着你的女人。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问。林月抱着胳膊，冷笑了一声。从你创业失败，变成一个送外卖的那天开始。不，或许更早。从我发现你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的那天开始。原来如此，所有的温情和陪伴都不过是精心计算的投资。当发现这只股票成了垃圾股，就毫不犹豫地清仓离场。陈峰没有再说话，心死了，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第二天，林月就搬走了。走的时候，拖着2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他这些年买的衣服和包。没有回头，没有告别，
就好像他只是出门去楼下扔一趟垃圾，而他就是那袋被扔掉的垃圾。林月走后，陈峰大病了一场，他在出租屋里躺了3天3夜，不吃不喝。第4天，是房东来催房租，才发现他已经烧得人事不省。房东是个好心的大妈，把他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想了很多。他想起了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意外去世了，想起了自己从小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日子，想起了他为了改变命运拼了命的学习，考上大学，想起了他创业时意气风发的模样，也想起了林月曾经带给他的那些为数不多的温暖。他的人生好像一直在失去，亲情、事业，现在连爱情也失去了。他好像真的一无所有了。出院后，陈峰辞掉了送外卖的工作，他拿着身上仅剩的几千块钱，回了一趟老家。在父母的坟前，他长跪不起，哭得像个孩子。从老家回来后，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抱怨，不再颓废。他在城中村租了一个更小的房子，找了一份在工地搬砖的活。白天，他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用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来麻痹自己。晚上，他回到家就看各种商业、金融、互联网的书。他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倒下，他要站起来，他要让那个看不起他的女人知道，他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愚蠢。那段时间，工地上的工友们都觉得陈峰是个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下了班就捧着一本书看。有人笑话他，一个搬砖的还看什么书，能看懂吗？陈峰不理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个机会在1年后出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做电商的朋友。当时直播带货刚刚兴起，那个朋友看他口才不错，形象也还可以，就劝他可以试试。陈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用自己攒下的所有积蓄，加上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一点钱，注册了公司，搭建了团队。一开始什么都自己来，选品、写文案，对着镜头一遍遍地练习。第1个月，他的直播间里只有寥寥几个人，大部分还是他请来的朋友。他没有气馁，他每天复盘，研究那些头部主播的套路和话术。他发现那些主播卖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种情绪，一种人设。于是他开始在直播里讲自己的故事，讲他创业失败的经历，讲他送外卖时的辛酸，讲他被前妻抛弃的痛苦。他没有刻意卖惨，只是平静的叙述，但那种从谷底爬起来的韧劲，那种被生活狠狠扇了耳光却依然不屈的眼神，打动了很多人。很多人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的直播间人气开始慢慢涨了起来，从几个人到几十人，再到几百人、几千人。他的事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年后，他已经成了这个城市小有名气的电商新贵。他换了车，换了房，他不再是那个住在城中村，每天为房租发愁的穷小子了。他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只是他再也没有谈过恋爱。那道伤疤虽然已经结痂，但只要轻轻一碰，还是会隐隐作痛。就像现在，陈峰最终还是决定去参加同学聚会，不是因为张胖子的催促，也不是因为想去炫耀什么，他只是想去给自己的过去画上一个句号。有些事总要去面对，有些坎总要去迈过。他想亲眼看一看那个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女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也想让他亲眼看一看那个被他像垃圾一样扔掉的男人。现在站起来了。就在他下定决心的时候，手机屏幕亮了，一条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很短，只有几个字：听说你要参加同学聚会。陈峰皱了皱眉，这个语气，这个口吻太熟悉了，他几乎可以肯定发信人就是林月。他从哪里搞到他的新号码？他没有回复，他倒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过了几分钟，第二条短信又来了，怎么不敢回我信息了？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敢去？也是，像你现在这样，估计也没脸见人吧，毕竟被老婆戴了绿帽子，还穷困潦倒，换了谁都没脸出门。短信的内容充满了赤裸裸的嘲讽和挑衅。陈峰看着那几行字，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他能想象到林月在手机那头发短信时，脸上那副得意洋洋的表情。他还是老样子，总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刺伤别人，以获取可怜的优越感。如果是3年前的陈峰，看到这样的短信，一定会气得浑身发抖，暴跳如雷。但现在他只是觉得有些可笑。他平静地回了4个字：是吗？等着。发完短信，他删掉了对话框，发动了汽车。黑色的辉腾像一头沉默的猛兽，悄无声息地滑出了地下车库，汇入了城市的车流。他没有直接去酒店，而是先去了一家商场。他需要换一身行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体面。他不想让那些老同学，尤其是林月，看到他身上还有一丝一毫过去的影子。他走进一家高档男装店，店员看到他，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先生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陈峰的目光扫过一排排剪裁精良的西装，最后他指着一套深灰色的阿玛尼西装说：这套拿我的码。他没有试穿，他知道自己的尺码，就像他知道自己的人生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付完款，他又去旁边买了一块表，百达翡丽，不是最贵的那款，但足够低调，也足够有分量。当他从商场里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焕然一新。合身的西装衬得他身形挺拔，手腕上的名表在灯光下折射出沉稳的光泽。他看着玻璃幕墙里倒映出的自己，有些陌生，但这就是他，是浴火重生后的全新的他。帝豪酒店，金碧辉煌的大堂，水晶吊灯散发着璀璨的光芒。陈峰走进电梯，按下了3楼的按钮，电梯门打开，牡丹厅的门口，张胖子正挺着个大肚子，满头大汗地招呼着客人。看到陈峰，张胖子先是一愣，随即脸上堆满了夸张的笑容。我靠，陈峰，真的是你小子！他上来就想给陈峰一个熊抱，但看到陈峰那一身行头，又有些犹豫地缩回了手。你小子这几年发大财了啊！张胖子的声音很大，立刻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间10几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陈峰，有惊讶，有审视，有嫉妒，也有不屑。陈峰没有理会那些复杂的目光，只是淡淡地对张胖子笑了笑，瞎混而已。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递了过去。辛苦了。张胖子捏了捏红包的厚度，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哎呀，来就来嘛，还搞这个，太客气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把陈峰往里让。快进去，快进去，大家都等着你呢。陈峰走进包厢，巨大的圆桌已经坐了大半的人，曾经青涩的脸庞，如今大多都被岁月和社会磨砺得变了模样。有人发了福，有人秃了顶，女同学们的脸上
也或多或少的有了脂粉和风霜的痕迹。大家都在高声谈笑，吹嘘着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空气中弥漫着酒精、香水和牛皮混合的味道。陈峰的出现让包厢里的气氛有了一瞬间的凝固，所有人都停下了交谈，看着他。然后各种声音响了起来：“这不是陈峰吗？好久不见啊！哟，穿得人模狗样的，在哪发财呢？我听说他前几年不是去送外卖了吗？怎么现在改行了？”这些声音里有客套，但更多的是试探和看热闹。陈峰知道他们都在等他亲口说出自己的现状，好让他们判断是该上来巴结，还是该继续把他当成笑话。他没有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只是找了一个空位，安静地坐了下来。他的目光不着痕痕地在人群中扫过，他在找一个人。终于，他在主位的旁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林月。她还是那么漂亮，穿着一条红色的紧身连衣裙，勾勒出曼妙的身材，妆容精致，眉眼间带着一丝傲气。她正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相谈甚欢，那个男人应该就是她的新欢了。似乎是察觉到了陈峰的目光，林月转过头朝他这边看了一眼，四目相对，没有电光火石，也没有旧情复燃，只有一片冰冷的死寂。林月的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弧度，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终于还是来了。”陈峰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他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然后他收回了目光，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游戏开始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包厢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男人们开始拼酒，女人们开始聊八卦，话题很自然的就引到了陈峰身上。一个当年和陈峰关系还算不错的同学，端着酒杯凑了过来：“疯子，真人不露相啊，这几年在哪高就呢？”陈峰淡淡一笑：“开了个小公司，做点小买卖而已。”“小买卖？我看你这身行头，可不像小买卖啊。”另一个酸溜溜的声音插了进来，是当年的班长，据说现在在一家国企当个小科长，最是喜欢摆官腔。陈峰，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啊！发达了也不跟老同学透露，是不是怕我们找你借钱啊？陈峰还没说话，张胖子就打着哈哈过来了：“去，老李你喝多了吧？人家疯子这是低调，懂不懂？”他拍了拍陈峰的肩膀，压低声音说：“别理他，他就那样，见不得别人比他好。”陈峰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这场同学会的重头戏还没开始。果然，没过多久，林月端着酒杯，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他身边的那个金丝眼镜男也跟了过来。“陈峰，好久不见。”林月的声音还是那么悦耳，只是里面听不出任何感情。“好久不见。”陈峰抬起眼皮，平静地回应：“给你介绍一下。”林月挽住了金丝眼镜男的胳膊，脸上带着一丝炫耀的笑意：“这位是我的未婚夫，赵瑞龙。”他特意在未婚夫3个字上加重了语气：“瑞龙，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陈峰。”赵瑞龙推了推眼镜，伸出手，脸上是那种公式化的笑容：“你好，陈总，久仰大名。”陈峰没有和他握手，他只是端起自己的酒杯，示意了一下。赵瑞龙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林月的脸色也沉了下来：“陈峰，你什么意思？瑞龙跟你打招呼呢？”陈峰看着他，忽然笑了：“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有些人不配跟我握手而已。”这话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
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峰。谁也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陈峰竟然会说出这么刚的话，这简直就是当众打脸。赵瑞龙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他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自己的圈子里，谁不给他几分面子？今天竟然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前夫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你！他指着陈峰，气得说不出话来。林月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他本想带着未婚夫过来，在陈峰面前炫耀一番，让他看看自己现在过得有多好，让他自惭形秽。可他万万没想到，陈峰根本不按套路出牌。陈峰，你别给脸不要脸！林月尖声叫道。我给你脸了。陈峰慢悠悠地喝了一口酒，反问道，你当初给我戴绿帽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要脸？你卷走我所有积蓄，在我最落魄的时候跟别的男人跑了，那个时候你的脸在哪？陈峰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炸弹，在寂静的包厢里炸响。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虽然知道陈峰和林月离婚了，但并不知道里面还有这样的内情。一时间，所有看向林月的目光都变得微妙起来。林月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没想到陈峰会把这些陈年旧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这简直就是要把他钉在耻辱柱上。你胡说！他色厉内荏地反驳道，我们是和平分手。和平分手？陈峰笑了，笑得有些冷。那不如我们来问问你的这位赵总。他把目光转向了赵瑞龙。赵总，3年前在城西那家夜色酒吧，你是不是经常约一个叫林月的女人见面？你是不是还送了她一个价值5万块的香奈儿包？赵瑞龙的脸色瞬间大变，他看着陈峰，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他怎么会知道这些？这些事只有他和林月2个人知道。看到赵瑞龙的反应，所有人都明白了，原来陈峰说的都是真的。原来林月真的婚内出轨了，而且出轨的对象就是他现在的这位未婚夫。包厢里响起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看向林月和赵瑞龙的目光充满了鄙夷和不屑。林月彻底慌了，他求助似的看向赵瑞龙，希望他能帮自己辩解几句，可赵瑞龙却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他不敢看陈峰，更不敢看周围的人，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供人围观。他引以为傲的身份、地位，在这一刻都成了笑话。陈峰看着眼前这滑稽的一幕，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深。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他原以为，当他真的把这些话说出口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报复的快感，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他只觉得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就像一个背负了很久的包袱终于卸了下来。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各位，不好意思，打扰大家雅兴了，这顿饭算我的。说完，他转身准备离开。他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这场闹剧该结束了。然而，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林月突然像疯了一样冲了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陈峰，你不能走！他的头发散乱，妆也哭花了，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光鲜亮丽。你把话说清楚，你到底想怎么样？陈峰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来参加一个同学聚会，顺便跟过去告个别。他顿了顿，目光越过林月，落在了他身后那个始终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男人身上。然后他笑了，那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充满了释然和一丝怜悯的笑容。他对着那个男人
说出了一句让全场再次陷入死寂的话：“赵总，好久不见。当年你在我爸公司当司机的时候，车开的可没现在这么稳啊。”陈峰的话像一颗深水炸弹，把整个包厢里的空气都炸得稀薄。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在陈峰、林月和赵瑞龙三个人之间来回扫射。信息量太大了，抢走同学老婆的男人竟然是同学父亲以前的司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八卦了，这是足以拍成一部电视剧的狗血剧情。最先崩溃的是林月，她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此刻血色尽退，白得像一张纸。她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峰，又猛地转头，死死地盯着身边的赵瑞龙。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的声音在发抖，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祈求。你以前给他家开过车？赵瑞龙的头埋得更低了，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根本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林月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差点站立不稳。她一直以为自己钓到了一条金龙鱼，她为了这条龙抛弃了自己相伴多年的丈夫，背负了所有的骂名。她把他当成自己下半生荣华富贵的唯一指望，可到头来，现实却给了她一个最响亮的耳光。她引以为傲的金龙鱼，不过是一条靠着背叛救主才爬上岸的泥鳅，而他就是那个为了泥鳅扔掉了珍珠的傻子啊！林月发出一声尖利的嘶吼，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母兽。他一把推开赵瑞龙，歇斯底里地捶打着他：“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赵瑞龙，你这个骗子，你毁了我！”赵瑞龙被他打得连连后退，狼狈不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曾经那些羡慕他、巴结他的同学，此刻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把他凌迟得体无完肤。他知道自己完了，从今天起，他赵瑞龙就会成为这个圈子里最大的笑柄，再也没有人会高看他一眼，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够了！赵瑞龙终于爆发了，他一把推开林月，力气大的让他摔倒在地。他再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什么脸面。他指着地上的林月，又指了指一脸平静的陈峰，脸上是一种混杂着羞辱、愤怒和绝望的扭曲表情。是你自己瞎了眼，是你自己贪慕虚荣。要不是你天天在我面前说他没用，说你想过好日子，我敢有那个贼心吗？还有你，陈峰。他转向陈峰，眼神怨毒。你别得意，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不过是我用过之后扔掉的一个女人罢了。说完，他再也待不下去，拨开人群，落荒而逃。整个包厢乱成了一锅粥。林月坐在地上，披头散发，嚎啕大哭。同学们有的上去假意劝慰，有的在旁边窃窃私语，更多的人则是在用手机悄悄录像。没有人注意到，陈峰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场闹剧的中心，那个他曾经爱过的女人，此刻正以一种最不堪的姿态被人围观和同情。他的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悲凉。他轻轻拉开门，走了出去。身后的喧嚣和嘈杂被那扇厚重的门彻底隔绝。陈峰没有立刻回家，他开着车在午夜的城市里漫无目的的游荡。收音机里正放着一首伤感的老情歌，他关掉了音乐，车厢里只剩下轮胎压过路面的沙沙声。今晚发生的一切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回放。其实在来之前，
他设想过无数种重逢的场景，他想过自己会如何用最锋利的语言去刺伤他们，他想过自己会如何享受复仇的快感。但当一切真的发生了，他才发现自己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当他看到赵瑞龙那张因为恐惧和羞辱而扭曲的脸时，当他看到林月崩溃大哭、尊严扫地时，他的心里升起的不是快意，而是一种空虚。原来支撑着他熬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的，不是什么宏大的理想，而仅仅是这一股不甘心的恨意。现在恨意宣泄了，他的心也跟着空了。他为什么会知道赵瑞龙的底细？因为他父亲公司的破产就和这个赵瑞龙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年，陈峰的父亲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建筑公司，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赵瑞龙就是父亲最信任的司机，父亲待他不薄，不仅工资给得高，逢年过节还有大红包，甚至连他老家的事都帮忙操心。父亲把他当成自己的子侄辈看待，可就是这个被父亲无比信任的人，在背后捅了最致命的一刀。当时公司正在竞标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如果能拿下，公司就能再上一个台阶。为了这个项目，父亲和整个团队熬了好几个通宵，做出了最完美的方案和最低的报价。这一切都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可就在开标前一天，公司的标底泄露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以比他们低了仅几万块的微弱优势中标了。为了这个项目，父亲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甚至借了大笔的银行贷款。项目失败，导致资金链瞬间断裂，银行催债，供应商上门，员工讨薪，多米诺骨牌一样，父亲辛苦半生建立起来的公司，在短短几个月内轰然倒塌。父亲也因为积劳成疾和巨大的精神打击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临终前，父亲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而陈峰是在多年后，他自己开始创业，接触到这个圈子，才从一个前辈的酒后闲谈中偶然得知了当年的真相。那个前辈就是当年中标公司的副总。他说，当年他们是花了大价钱，从一个司机手里买到了陈峰父亲公司的核心标的。那个司机就是赵瑞龙，他用背叛和出卖兄弟的情谊换来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然后他用这笔肮脏的钱开公司、做投资，一步步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成功人士。而林月恰好就在他意气风发的时候走进了他的视线，一个急于摆脱贫困的漂亮女人和一个急于用光鲜外表来掩盖肮脏过去的男人，一拍即合。多么讽刺的剧本！陈峰把车停在江边，摇下车窗，点了一支烟，将风吹在他的脸上，有些冷。他忽然明白了，他今晚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为了报复林月，不如说是为了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个靠着背信弃义爬上去的小人，最终会被打回原形。他要让林月知道，他所追逐的不过是一个建立在别人尸骨上的海市蜃楼。现在他做到了。烟雾缭绕中，他仿佛看到了父亲那张宽厚而疲惫的脸。爸，我没给您丢人，他轻声说。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瞬间被风吹干。第二天，陈峰是被张胖子的电话吵醒的。电话一接通，张胖子的大嗓门就传了过来。疯子，你火了，你现在可是咱们同学圈里的英雄。陈峰皱了皱眉，什么意思？昨晚的事都传遍了，
现在好几个同学群都在讨论你，说你这叫真人不露相，一鸣惊人，干得太漂亮了。张胖子兴奋地说：“那个赵瑞龙，听说连夜就搬家了，公司也关了门，估计是没脸再待下去了。还有林月，听说回了娘家，跟赵瑞龙也掰了，两人还因为分钱的事闹得不可开交。”陈峰静静地听着，心里没有太多波澜，这些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建立在利益之上的联盟，本就脆弱的不堪一击。对了，张胖子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感慨：“疯子，说真的，我以前也觉得你这人太闷，没想到你才是咱们班最有种的，哥们佩服你。没什么，都过去了。”陈峰淡淡地说。挂了电话，他拉开窗帘，阳光洒了进来，有些刺眼。他感觉压在心头好几年的那块大石头好像真的不见了。他不再需要靠恨意来支撑自己，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接下来的日子，陈峰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的电商公司在他的带领下，业务蒸蒸日上，很快就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证明自己而工作，他开始享受工作本身带来的成就感和创造力。他扩大了团队，给了手下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待遇。他甚至还匿名资助了几个和他当年一样因为家庭变故而陷入困境的大学生。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他希望他们能少走一些弯路。他变得越来越忙，也越来越平静。关于林月和赵瑞龙的消息，他偶尔也会从同学那里听到一些。据说赵瑞龙的生意一落千丈，欠了一屁股债，最后灰溜溜地回了老家。而林月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之后，似乎也认清了现实，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安分了下来。有一次，陈峰去一个商场办事，远远地看到了他。他穿着普通的工作制服，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傲气，正在柜台前耐心地为顾客介绍着产品。看到有顾客刁难，他也只是陪着笑脸，不停地道歉。那一刻，陈峰的心里没有嘲讽，也没有同情，他只是觉得生活终究会教会每一个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没有上前打扰，只是转身默默地离开了。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1年后的春天，陈峰的公司乔迁新址，搬进了一栋更气派的写字楼。在乔迁仪式上，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常常在想，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是赚很多很多的钱吗？是开很贵很贵的车吗？是住在很大很大的房子里吗？以前我以为是，但现在我认为真正的成功是当你经历过人生的起落，看透了世事的凉薄之后，依然能保持一颗善良、正直、向上的心。是当你拥有了更多之后，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更是当你回首往事时，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也没有辜负我自己。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员工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尊敬和钦佩。仪式结束后，陈峰没有参加庆功宴，他开着车来到了父亲的墓前。他清理了墓碑前的杂草，放上了一束新鲜的菊花。爸，公司搬新家了，一切都很好，您放心吧。他在墓碑前坐了很久，絮絮叨叨地说着这1年来的变化，像是汇报，也像是倾诉。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他的身上，温暖而宁静。下山的路上，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公司资助的一个女大学生打来的。陈总，谢谢您，我拿到国外大学的奖学金了，要不是您，我根本没有今天。
女孩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激和喜悦。陈峰笑了笑，说：“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恭喜你。”挂了电话，他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一片澄澈。他知道，那个被仇恨和不甘填满的陈峰已经彻底死在了过去。现在的他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他的人生不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而是为了创造，为了给予，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他想，这或许才是生活对他所有苦难的最好的补偿。车子汇入城市的晚高峰车流，窗外是万家灯火。陈峰打开了收音机，一首欢快的歌谣流淌而出，他跟着节拍轻轻哼唱起来。这一刻，他的心里充满了阳光。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